当年《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在宝岛大卖，正在筹拍《鹿鼎记》的王晶听说后，便打电话给徐克的妻子施南生，希望能借拷贝来观摩学习。本来打算看完一遍就走的王晶，竟然一坐就是4个小时。后来用他的话讲，看了10分钟，已经头皮发麻，遍体生寒。当时脑袋里只有4个字：劲到飞起。在回去的路上，王晶暗暗发誓，自己也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于是他第一时间找到徐克的御用武指程晓东，希望他给自己的《鹿鼎记》也设计这样的动作场面和武侠背景。曾和王晶父亲王天林合作过83版《射雕》的程晓东爽快答应。然而在敲定剧本框架后，第一男主韦小宝的人选却让王晶伤透了脑筋，因为梁朝伟曾出演过电视剧版的《鹿鼎记》，已被观众所熟知。金庸先生更是赞誉他为最传神的小宝，所以用梁朝伟在当时较为保险。但王晶思来想去，一番挣扎后，还是觉得梁朝伟过于正气，缺少一点痞子气，反而觉得周星驰的无厘头搞怪形象更加贴合韦小宝的气质，便决定让周星驰出演韦小宝。而周星驰也不负众望，一开场就技压全场。他头戴虎头帽，坐在高台上说书，把本是贬义的龌龊2字演绎的落落大方。被拆穿后从高台跌落，也没有丢人现眼的扭捏，寥寥几个镜头就将韦小宝的色玩鬼吃演绎的淋漓尽致。金庸先生在得知周星驰出演韦小宝后，传真送来6个字：不做第2人选。但在当时，香港娱乐圈一直被黑社会势力插足。星爷在拍摄《鹿鼎记》时，因为有人忌惮他的票房号召力，于是一度有人扬言要暗杀他，搞得王晶整日提心吊胆，生怕有枪手混入片场。为了保护星爷不受伤害，那时的王晶天天扮侦探，严查片场可疑人员，差点把自己搞得精神分裂。最后还特意安排保镖在周星驰身边寸步不离，这才安心拍摄。为了全方位打造韦小宝，王晶请来星爷的金牌搭档吴孟达饰演海公公，并对人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在达叔的精湛演绎下，此版海公公成为了无法被超越的经典。还有饰演鳌拜的徐锦江，他头戴红帽，满脸白须的造型在此后再无变化。而柳松仁的陈近南也颠覆了以往的大侠形象，成了为大业可以不择手段的聪明人。甚至温兆伦饰演的康熙也深入人心。可在开拍前，王晶却差点把他换掉。虽然温兆伦当时已是 TVB 当红小生，但他在电影圈却是一位新人。为了保证电影票房，王晶打算让4大天王之一郭富城演康熙，结果被向华强给拒绝。因为向老板觉得做生意要讲究诚信，既然定了温兆伦，就不能说耳反耳，失信于人。王晶的超豪华拍摄班底真让后人望尘莫及。先不说星爷的韦小宝，就是片中星爷的5个老婆，现在找都难找。林青霞饰演龙二，邱淑贞饰演建宁公主，还有雍容华贵的张敏，沉鱼落雁的陈德容，圆润可爱的袁洁莹，以及一眼万年的李嘉欣。而李嘉欣也成唯一一个将脚趾放进星爷鼻子的人。而其中大老婆林青霞可谓是除了星爷外当时的最大牌。但是刚演完《东方不败》的林青霞可谓星途灿烂，而王晶的《鹿鼎记》也即将上映，嗅到商机的王晶自然不放过蹭热度的大好机会，于是紧急找来林青霞在结尾客串，为第2部的出场埋下伏笔。而林青霞参演的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星爷已是红透半边天的喜剧大师，与他合作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林青霞也就欣然答应。片中星爷的演技自不必多说，刚开始几个回合便把韦小宝这个玩世不恭的市侩形象给立了起来。后来陈小春为了演好剧版《鹿鼎记》，曾期访周星驰向其请教，当时星爷只对陈小春说了4个字：色玩鬼吃。牢记4字诀的陈小春，从而成就了经典电视剧版《鹿鼎记》。如果说周星驰版的韦小宝还能让后人来稍微比划2下，那陈百祥饰演的多隆让后人连毛都抓不到。不可能，我是很清白的，我们之间很纯洁，很纯洁，好纯洁。在和星爷多次对手戏中，陈百祥甚至能够做到力压星爷一头。你的眼神如此无良的，你想怎么样？韦大人，你千万不要这样看我，我们一起甘于，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你这个满清人为义气，满有求荣。不是韦大人，有时候一个人死总好过2个人一起死嘛。多隆，韦大人，您猜对了，又是我出卖你的。这个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是啊，哎呦！1992年7月30日，这部明显带有星爷执导印记的《鹿鼎记》在香港正式上映。而2个月后，第2部《神龙教》也迎头赶上，2部电影共斩获7740万票房。如此快节奏、高质量的拍摄手法，不得不令人赞叹曾经港片的辉煌时代。如今，《鹿鼎记》虽然被翻拍了无数遍，但每回过头再看星爷版《鹿鼎记》时，一切总是那么顺眼，那么自然。只叹岁月催人老，现在已经快60岁的星爷早已满头华发，不再出演电影，也让我们不禁冥想，在有生之年是否还能等到下一个周星驰。那今后还会有这种大家在荧幕上看到您的机会吗？那你觉得我几十岁了，我还能演什么？中国人是周星驰的电影一定要看，金庸的小说一定要读。而把这2点结合到一起的《鹿鼎记》，毫无疑问产生1+1大于2的化学反应。但事实上，周星驰并不是韦小宝的第1人选。早在这之前，梁朝伟就因为出演电视剧版韦小宝而出名。
这次电影版他也是韦小宝的第一人选，但王晶思来想去，却覺得梁朝偉並不合適。朝偉係因為俾觀眾嘅好感特別強，所以佢演呢個角色其實我覺得並唔係最適合佢，佢太靚仔啦做呢個角色。如果咁靚仔，韋小寶佢做好多嘢都得，唔需要做咁多衰嘢。就在導演快把劇本翻爛時，轉眼他就想到了古靈精怪的周星馳，於是他連夜就給周星馳打電話，兩人一拍即合。電影開拍前，王晶也去找金庸先生談論劇本的改編，而在聽到主演是周星馳時，金庸先生直接提筆寫下6個大字：不做第二人想。由此，《鹿鼎記》的男主角直接敲定。但被金庸高度認可的周星馳，卻在拍攝《鹿鼎記》時根本沒有看過原著。不是周星馳懶惰，而是王晶讓他不要看，因為劇本改動實在太多，怕他看了原著會受到影響。或許也是周星馳個人風格太適合韋小寶，在電影上映後便票房大賣，狂攬4100萬票房。頭戴虎頭帽的周星馳完美將韋小寶的貪色鬼痴詮釋得淋漓盡致，那種市井氣十足卻又俗而不膩，搞笑而無違和感的韋小寶，也就難怪之後再難有超越者。其实多隆这个角色一开始的人选并不是陈百祥，在拍摄《鹿鼎记》时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身为导演的王晶想找一个搞笑能力不输星爷但又不抢戏的演员来扮演多隆这个角色。一开始导演打算让加麦出演，对方却以退出娱乐圈为由拒绝了导演。无奈之下只能另找他人，但是找个群演容易，找一个搞笑能力不输星爷但又不抢戏的演员却非常的难。无奈之下导演准备亲自上阵。当王晶化好妆后，一旁的星爷却站了出来，把漫画《卫龙》中有合作过的陈百祥请到了片场救急。王晶瞬间眼前一亮，由于两人之前就有过合作，所以面对王晶的邀请，陈百祥很痛快地答应了。在与星爷拍摄结拜的戏份时，丝毫不落下风，更是把监视器前的王晶笑得合不拢嘴。卑职对韦大人的敬仰，正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拍摄秦鳌拜的戏份时，多隆的女装扮相就是陈百祥亲自设计的。事后王晶评价，这场戏险些抢了男主韦小宝的戏份。后来在拍摄鳌拜抄家时，王晶彻底玩嗨了，剧本都懒得写，曹操给了大纲、台词、剧情什么的。导演表示，你们俩自己看着来。而星爷与陈百祥也没让王晶导演失望，两人现场一合计，便直接开拍。如果用这把洋枪打这件宝甲，你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哎，这很简单啊，找一个不怕死的勇士穿上宝甲，然后大人开枪就知道了。就这样，两人的即兴发挥成为了《鹿鼎记》中最精彩的一幕。1992年，王晶与周星驰拍完《鹿鼎记》后，关系急转直下，而罪魁祸首竟是源于周星驰的认真。在拍摄期间，周星驰不仅对自己要求苛刻，连搭档他也有很高的要求。即使王晶拍板了，周星驰经常会要求演员再拍一遍。在王晶看来，周星驰就像一个折磨演员的暴君，还为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片场暴君。虽然周星驰也帮了王晶不少忙，但是他也触及到了一个导演的威严。但这些周星驰并没有考虑到，因为他的目标是作品的最终完成。随着周星驰的地位在香港影坛越来越高，王晶心中略有一丝不爽。于是在第2年周星驰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上映的同时，王晶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品《超级学校霸王》。据说之所以2部电影档期如此接近，就是因为王晶想要压周星驰一头。为了这部电影，王晶煞费苦心，不惜重金请来4大天王，除了说自己不是天王的林允，于是王晶找来张卫健代替。这部电影将电玩游戏搬上了荧幕，题材新颖抓人眼球。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这部电影最终只获得了1700万的票房，赔得血本无归。而周星驰却以4017万的票房荣登榜首。那一年，王晶成为了电影圈的一个玩笑。从那之后，两人之间就开始了各种明争暗斗。1992年拍摄《鹿鼎记》时，有一次向华强来探班，王晶提建议把温兆伦换了吧，这样咱们能赚大钱。可温兆伦是向华强钦点，他当然不愿意换。王晶没办法，只能在电影中整一下温兆伦。上世纪80、90年代，金庸的武侠风盛行，很多导演都想将其作品搬上荧幕，其中和金庸合作最多的就是徐克和王晶。徐克拍摄《笑傲江湖》时，将原著魔改不少，金庸被东方不败是个女人的设定气懵了，直接宣布此生绝不会再跟徐克合作。王晶看到《笑傲江湖》的商机，趁着徐克不能和金庸合作的空档，捡漏买下《鹿鼎记》的版权，和向华强一商量，两人不谋而合。向华强问王晶成本要多少，王晶回答3000万，向华强放出豪言，我出5000万，你尽管去拍，亏了算我的。万事俱备，王晶开始选角。其实韦小宝的第一人选不是周星驰，而是他的好朋友，刚拍完剧版《鹿鼎记》的梁朝伟。王晶觉得趁着剧版的热度未消，梁朝伟来演一定能票房大卖。可梁朝伟对电影版毫无兴趣，王晶这才想到周星驰，没想到意外成就经典。为了稳妥起见，王晶还征询了金庸的意见，金庸对周星驰给予高度肯定，不做第二人选。之后王晶找来邱淑贞和李嘉欣等大美女加盟，而皇帝一角向华强钦点温兆伦来演。4大天王中也有一人想争取这个角色，王晶认为皇帝也很重要，必须要有观众基础的才行。温兆伦只不过凭我本善良，刚出道，并没多少影响力，想换掉他，结果被向华强拒绝。向华强想选温兆伦是信守承诺，之前两人碰面，向华强欣赏温兆伦的谦和有礼，许诺下一部戏一定找他合作。他觉得既然答应别人，就不能
能轻易反悔。作为打工人的王晶只能另想办法。保护皇上，保护皇上！叫什么名字？温掌门来禀皇上，回去祝你酒足。谢皇上。注意看，这一幕并不是原著中有的，而是王晶的恶趣味。王晶很看好《鹿鼎记》，当然不能放过这个让女神长名气的好机会，让邱淑贞扮演古灵精怪的建宁公主，又招来一众美女和周星驰对戏。一次合作这么多绝世美女，周星驰也是艳福不浅。为了让建宁公主更出彩，王晶专门设计了一个被周星驰咬脚丫的桥段，周星驰却连连摇头：“我怎么可能咬你女朋友的脚？”王晶很大方，没关系，咬之前记得要漱口，别把邱淑贞的脚丫子弄脏了。李嘉欣一直带着花瓶的标签，美则美，以没有灵魂。为了让她更有看头，王晶也设计了一场戏，让她把脚趾伸进周星驰的鼻孔里。周星驰本打算拒绝，再三确定是李嘉欣的脚才答应，还调侃道：“我再去洗洗鼻孔。”开拍时，周星驰真的洗了好几遍鼻孔，李嘉欣也洗了好几遍脚，剪短了指甲，确定没有味道才开始拍摄。林青霞也功不可没，周星驰临时发挥，为她设计了一个冲天炮的发型，她也欣然接受。这个造型恐怕也只有她能驾驭。安排好所有角色，王晶还不忘为温兆伦安排一场戏，借机表达不满。他特意加上这样一幕：温兆伦扮演的皇帝被一群人抬在轿子中，愤怒地问哪个挤自己的士兵：“叫什么名字？”温掌门来禀皇上，回去祝你酒足。当然了，这一情节是原著没有的，只是王晶临时起意。话说回来，虽然配角足够精彩，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周星驰扮演的韦小宝，一如既往的无厘头，承包了这部剧的所有笑点。金庸看完后盛赞周星驰简直是被韦小宝附体。《鹿鼎记》播出后反响空前，卖出7700多万港币。电影的成功离不开周星驰的票房号召力。王晶曾说，今后的香港电影很难再出一位周星驰，甚至往后50年也很难有人在喜剧表演上超过他。